当初装修第一套房子的时候，因为不懂，就鬼迷心窍地跟风了一些华而不实的流行设计。入住后发现踩坑无数，大多数根本不实用。所以有了前车之鉴后，在装修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吸取教训，不再只追求面子工程，坚持做了这8个装修决定。如今入住1年多，真的是幸福感大大提升。本期小东就把这些实用的装修设计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对你家的装修有所帮助。1. 玄关鞋柜做双层隔板，这个设计对于家庭人口多或者鞋子比较多的家庭简直太友好了。一般家庭入户玄关鞋柜基本都是采用常规的底部留空做法，我家第一次装修也不例外。虽然也有一定的收纳功能，但在家里穿的拖鞋和外出换下来的脏鞋只能一股脑的放在一起，显乱不说，还不卫生。第二次装修吸取了教训，把鞋柜底部设计成双层开放格，上层用来放室内的拖鞋，下层用来放室外常穿的鞋子，让室内和室外的鞋子分类收纳。这样不仅让入户区看上去更加利落整洁，还不用担心有异味了，真的是太实用了。2. 满墙电视柜设计，现在很多家庭对于客厅电视柜的做法，10家有8家是采用岩板加木格栅的设计。不可否认，这种电视墙设计确实颜值高，很抓人眼球。我家第一次装修也是如此，但入住后发现岩板电视墙除了颜值好看，没一点功能性，而且施工成本还很贵，卫生也不便于打理。第二次装修结合自家的实际需求，把实用性放在第一位，果断换成满墙电视柜的做法，不仅兼顾了美观装饰性，同时还有一定的收纳功能，让家里的客厅始终保持整洁不凌乱。另外，挂墙电视改成可调节支架设计，好处是可以拉伸旋转任意角度，即使躺在阳台的摇椅上也能轻松看电视，不会累。3. 窗帘做双层交叉轨道，家里的窗帘拉不严，总出现漏光的情况，是不是很恼火？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上述这种情况，窗帘拉到中间马上会弹走，即使好不容易拉上了，下面还是有很大的缝隙，漏光严重。后来才发现问题是出在了窗户的单轨道上面，这才导致窗帘合不拢的。第二次装修有了经验教训，不再选择单轨，果断改成了交叉轨道，窗帘拉上更严实，不透光更美观，中间也完全没缝隙。这一小小的改动真的是妙用无穷，实用性超出预期。4. 阳台晾衣架装在侧边，很多家庭的房子只有一个生活阳台，想要解决晾晒问题，就避免不了会在这个区域安装晾衣架。但是说实话，如果在阳台经常晾晒衣服，在好看的家一晾衣服就完蛋，不仅显丑显凌乱，还影响室内采光。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如此，即使有了烘干机，也无法解决大件衣物晾晒问题。第二次装修对于阳台区域装修也是做足了功课，果断把晾衣区做在了阳台的侧边，兼顾了晾晒功能的同时，还不会显得阳台区域乱糟糟。这种做法真的超级实用。这么说吧，从客厅的方向看过去，几乎是看不到衣物的，视觉上确实干净整洁多了，家人都夸我真聪明。5. 榻榻米做排骨架床，很多家庭的客卧比较小，为了多一些收纳空间，被迫选择了榻榻米设计。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如此，也跟风做了传统的榻榻米。但入住后发现，榻榻米设计虽好，但始终摆脱不了用久了发霉易反潮，还有床底物品不便于拿取的弊端。第二次装修，我家最小的卧室还是选择了榻榻米加衣柜的一体式形式，但在设计上做了改进，果断换成排骨架榻榻米。这种做法的好处是防潮透气，即使家里来了客人需要留宿睡在上面，也不会像传统榻榻米那样又硬又硌，舒适性堪比实木排骨架床。另外，如果床下需要储物的话，可以设计成抽屉形式，不影响储物的同时，存取物品也更为方便。6. 厨房推拉门做极简轨道，很多人装修厨房时都会纠结是装地轨推拉门好还是吊轨门好。传统的地轨门虽说稳定性好，但粗粗的一条轨道横在中间实在很丑，也影响颜值，而且突出的轨道还容易藏污纳垢，打扫地面卫生也极不方便。权衡利弊后，我家第一次装修装了吊轨推拉门，但入住后发现吊轨门承重是个大问题，推拉卡顿不顺畅，还晃动得厉害，花了高价还没到达预期的效果，很是后悔。第二次装修果断换成极简地轨门，相比于吊轨推拉门，它不会来回晃，安全和稳固性更高。此外，比吊轨门就多出2条极简轨道，美观性上也不逊色。关键是扫地机器人也能自由进出，清洁地面卫生也非常方便。7. 窗户改成内开内导式，我家第一次装修，因为是高层住宅，所以选择了内开窗，
因为内开窗的安全性更高，不担心窗户掉落出现的安全隐患。但入住后发现内开窗的弊端也很多，比如开窗后不小心容易撞头或是割伤身体，平时走到这个区域得加倍小心。还有就是下雨天也没办法开窗通风。第二次装修，同样的高层在内开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内倒开窗的设计。别看这一个小小的变化，好处还是蛮多的。就比如内倒开窗就可以解决下雨天的通风问题，即便是外边风大雨大，也不担心漏雨到室内。还有就是再不怕经过窗户时的磕碰撞伤问题。这种改良设计对于家里有小孩子的也增加了一定的保障性。8. 洗衣机做抬高设计。对于年轻人的装修，大多数会选择滚筒式洗衣机，相比于老式的波轮洗衣机更显高级，功能更多，而且能和洗衣柜做成内嵌一体式，颜值上也更加美观。我家第一次装修也是选择了滚筒洗衣机，但用过之后发现滚筒洗衣机的侧开门设计，拿取衣服时需要弯腰或蹲下，这一点对于腰部不好或孕妇来说极其不友好，在洗衣时频繁的蹲下弯腰会非常累人。第二次装修，我家同样是选择了滚筒洗衣机，但在设计上做了改进，不再把洗衣机做直接落地，而且定制一个抬高架，把洗衣机做抬高设计，这样就完美的解决了拿取衣物需要弯腰蹲下的痛点，实用性大大提升。结语：以上这8个巧用心思的装修设计，都是我家之前装修踩坑后的经验总结。如今入住1年，真的是越问越爽，感叹第二次装修坚持的决定真的是太明智了。也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装修灵感和借鉴。